黑人小哥第一次上门见岳父，却发现对方是黑帮老大。他刚准备打招呼，就被准岳父带进了房间。下一秒，眼前的一群猛男吓得他直接说不出话来。准岳父和善地劝他要对自己女儿好一点。Don't fuck up, or your mom will weep if she has to wheel your ass around every day the rest of your life. 而这群猛男齐聚在此，不只是想给男孩一个下马威，更是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抢劫计划。这天凌晨，他们在一家甜甜圈店门口准备打劫一辆银行运钞车。No, bro, we're not here for you. Don't even think about it. 运钞车内的司机刚报完警，下一秒，他们就用电钻头在防弹玻璃上钻出一个洞，接着把绳子嵌在钻头上，再用轿车将整块玻璃卸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运钞员想趁机掏枪反击，却被劫匪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。枪声响起的瞬间，司机也下意识地想摸枪，最终同样被劫匪开枪灭口。眼下距离警方抵达案发现场还剩30秒，他们只好用炸弹炸开运钞车车厢，把里面震晕的运钞员拖出来，然后架好步枪，对赶来的警察进行火力压制。随着增援的警察越来越多，一名劫匪中弹身亡。劫匪头目见状，只好丢下一颗烟雾弹，在烟雾的掩护下，开着运钞车逃离现场。回到老巢后，头目梅利曼吩咐众人收好枪械，并安排手下明天一早回到案发地点，打听这起案件由哪个部门接手。毕竟他们杀了人，一旦被列为重案，必然会带来无尽的麻烦。不出梅利曼所料，专门负责重要案件的洛杉矶警探尼克接手了此案。单从外表就能看出，尼克绝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警探。果不其然，他只因还没来得及吃早餐，就捡起现场掉落的一份甜甜圈吃了起来。随后还命令警员立刻扩大警戒线，以免破坏犯罪现场。听完同事们汇报的案发经过后，尼克判断出这是一伙非常专业的匪徒。他们不仅火力强大，就连作案地点都选在机场附近。这里的领空向来限制飞行，警方无法派直升机追踪。不过有件事让尼克百思不得其解，被抢走的押运车其实是空的。他想不通，什么样的劫匪会疯狂到为了抢一辆空车而杀人？而此时尼克更想不到的是，他办案的模样已被梅利曼的手下拍了下来。当梅利曼看到他的照片后，很快在网上搜到了关于尼克的信息，发现他曾因多次破获要案受到嘉奖，这让梅利曼面露难色。毕竟被尼克这样的人盯上可不是件好事。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行动，他立即安排手下多收集尼克的资料。与此同时，尼克也在警局分析劫匪的信息。由于能组织起如此强大火力的劫匪并不多，一名警员很快怀疑到了梅利曼头上。尼克同样听说过梅利曼的名字，他是监狱的常客，还是退伍军人，且几个月前刚假释出狱，完全有作案的可能。得知有个叫唐尼的酒保和梅利曼走得很近后，尼克当天晚上便来到那家酒吧，装作普通顾客试探唐尼。面对陌生客人提出的各种尖锐问题，唐尼每次都能对答如流，这反而加深了尼克对他的怀疑。于是，在唐尼下班后准备开车回家时，尼克突然冲过来，二话不说就用电击棒将他电晕。唐尼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身处尼克的家里。面对尼克的审问，唐尼直言他们抓错了人，自己是良好公民，从未犯过任何案件。可下一秒，尼克就拿出了他和梅利曼私下接头的照片。这时，另一名警员也趁机说出了唐尼曾犯下的种种案件。原来，唐尼17岁就因偷车被判入狱，还多次因超速被开罚单，情节严重到如果再犯一次就会被关进监狱。谁知唐尼明知自己的底细已被调查得一清二楚，却还在极力撇清和梅利曼的关系。这下尼克终于听不下去了，他警告唐尼，自己可不是按规矩办事的警察。随后走到唐尼身后，抡起右臂，狠狠勒住他的脖子。快要窒息的唐尼意识到尼克真有胆量杀自己后，果断开口求饶，直言自己只是被梅利曼请来的司机。原来几个月前刚出狱不久的梅利曼听说唐尼车技高超，便约他在家里见面，直言要介绍一份高薪工作给他，但在此之前要亲自考察他的车技。于是唐尼开车带着梅利曼在外面兜风。加速前，唐尼提醒梅利曼系好安全带，可梅利曼只是轻蔑一笑。唐尼见状，当即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开始在路上不要命的狂飙。梅利曼这才默不作声地系上安全带。紧接着，唐尼又在前方路口漂移过弯，还有惊无险地在2辆货车的夹击中飞速穿过。一连串的操作让梅利曼十分佩服，于是邀请他在自己的团队中担任司机一职。不久后，他们一起抢劫了一家赌场，又将抢来的钱轮番放进水中。当水中开始冒出红色液体时，说明这是被警方标记过的现金，不能随意使用。其他安全的现金则被放进烤箱里烘干。由于这次行动每人都能分到3摞赃款，同伙觉得可以就此收手，但梅利曼却觉得这些钱根本不够用。如果能分到超过10倍的现金，还不需要担心警方追踪，大家自然求之不得。遗憾的是，唐尼作为新成员，还没得到梅利曼的充分信任。行动前，梅利曼不愿向他透露行动细节，因此直到现在，唐尼都不知道梅利曼要去哪里抢这么多钱，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抢一辆空车。确认唐尼没有撒谎后，尼克放他离开，要求他做警方的卧底。谁知隔天一早，梅利曼就开车带着唐尼来到联邦银行附近。这是一家专门负责管理其他银行的银行，也是洛杉矶唯一一家没被打劫过的银行。
唐尼很快猜到这家银行就是梅丽曼的下一个目标。果不其然，梅丽曼带着唐尼和其余2名同伙来到银行附近的停车场观察环境。他表示，目前需要一个能进入银行做内应的人。由于一旦踏入银行大堂，电脑就会自动在全国罪案网上核实资料，如果被发现是在逃犯人，就会立刻被逮捕。因此，案底相对干净的唐尼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至于梅丽曼几人，则伪装成其他银行工作人员，开着运钞车前往地下2层的保险库楼层，那里是装卸现金的地方。通常，银行员工会把现金放进点钞室，用仪器将新钱和旧钱分开，新钱点钞入库存起来，旧钱则会被删除序号并立即销毁。这些被消除序号的现金，不论怎么花，都不会被警方发现。Between 4 and 5 p.m., all the cash is shot out to the shredder. It's all destroyed. $30 million. 显然，梅丽曼这次的行动目的就是赶在旧钱被销毁前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批现金盗走。不过，至于具体的偷盗细节，梅丽曼没有告诉唐尼，只是安排他去银行附近的餐馆应聘外卖员。之后，唐尼穿着工作服，带着2份外卖，大摇大摆地走进联邦银行，顺利通过第1层门禁后，前台安保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件，并让他在访客记录上签字，之后才给他一张临时通行卡，还告诉他这张卡只能前往2楼用餐区。于是，唐尼在层层监控下朝着2楼走去。送完餐后，他悄悄来到卫生间，确认里面没人后，将另1份外卖藏在厕所上面的通风管道里。看着唐尼顺利走出来，暗中观察的梅丽曼不禁会心一笑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尼克一行人也在暗中监视着唐尼。尼克想不通，唐尼一个酒保为什么会突然跑去给联邦银行送餐，同时推测梅丽曼可能在打联邦银行的主意。尼克却果断否定了这个正确答案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根本没人能从联邦银行成功抢到1分钱。他认定梅丽曼打劫联邦银行是为了掩盖真正目的，但想要找出真相，他只能寄希望于唐尼。为了不让唐尼倒戈向梅丽曼，尼克再次来到酒吧，当着梅丽曼的面和唐尼打招呼。Donnie, right? Yeah. 还谎称2人是在健身房认识的熟人。可事实上，尼克和梅丽曼都知晓对方的真实身份，只是谁也没有说破。果然，尼克离开酒吧后，梅丽曼便将唐尼带到他们的秘密基地，手枪抵在他的脑门上，质问他是不是警方的内线。面对梅丽曼冰冷的枪口，唐尼没敢撒谎，将尼克找过自己的事情和盘托出，同时一再保证没有出卖过大家。听完唐尼的话后，梅丽曼非但没有杀他，甚至还让他告诉尼克行动日期是星期5。隔天，唐尼在一家服装店找到尼克，对他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表示愤怒，可尼克却不以为意，还说梅丽曼知道警察都在盯着他，绝对不敢轻易害人。唐尼听到这话后，才肯说出梅丽曼周5会有行动，但他没有告诉尼克这是梅丽曼故意透露的消息。而尼克为了打听行动地点，跑去夜总会找梅丽曼的女友，凭借自身魅力和对方发生一夜情，成功从女孩那里打听到了想要的消息。只是隔天早上，他恰巧撞到梅丽曼回家，此时尼克的手枪就放在桌子上，他不禁害怕梅丽曼会一时愤怒杀他泄愤。但让他意外的是，梅丽曼像是什么都没看到一样，径直朝卧室走去。尼克见状，立刻穿好衣服离开梅丽曼的家，又打电话将行动地点告诉同事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已经中了梅丽曼的圈套。到了星期5这天，尼克早早带人守在一家小银行门口。没过多久，梅丽曼一行人果然开车赶来。由于尼克手里还没有他们的犯罪证据，只能等梅丽曼实施犯罪后才能动手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梅丽曼几人居然在白天全副武装地冲进银行，一进门就开枪打碎所有监控器，然后将银行内所有人都当成人质，命令他们乖乖跪下，把手机全部扔掉。之后又关闭窗帘，让外面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。随即，他安排银行经理拨通警方电话，要求在1小时内用直升机送来1000万美金，同时禁止警察和谈判专家靠近银行，否则就击毙1名人质。如此招摇的行事作风完全出乎尼克的预料。按照梅丽曼的一贯作风，他应该抢完钱就跑，可这次居然想利用人质和警方谈判。尼克瞬间意识到其中一定有阴谋，他原本想阻止总部派人过来，结果这时附近已经传来警笛声。尼克见状急忙下车拦截，可惜为时已晚。另一队警员根本不听他的命令，还让谈判专家给梅丽曼打电话试图沟通。结果不出意外，梅丽曼当即暗示同伙将1名人质拖进卫生间。下一秒，外面的警察就听到一声枪响，尼克怒斥带队警官害死人质，哪知那名警官同样不服气，反倒埋怨尼克不作为，明明在现场，却眼睁睁看着劫匪打劫银行。就在双方吵个不停时，谈判专家又打来第2通电话，直言会满足他要直升机的要求，但根据流程，至少还需要1个半小时。梅丽曼欣然答应。挂断电话后，他悄悄掀开窗帘的一角，看向外面的尼克，随即拨通对方的电话，嚣张地表示尼克绝不可能抓到自己。尼克想不通，在警方的层层包围下，梅丽曼怎么还有这种自信？正当他们研究怎么攻入银行时，银行那边突然传来剧烈的爆炸声，大家推测绑匪一定是在炸金库。可尼克查看地图时，发现银行下面有很多条水泥管道，再加上直升机还要很久才能赶到现场，这让他瞬间意识到梅丽曼很可能是在拖延时间。
于是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根钢筋，大摇大摆地走到银行门口，用钢筋强行撬开大门。走进去后，他发现银行大厅里除了被蒙面的人质，根本没有劫匪的身影。而当他来到卫生间后，看到那个本该死去的人质正完好无损地蹲在那里，瞬间明白警方全都被梅丽曼耍了。尼克走进银行没多久，其余警员也跟了进来，结果发现银行地板上多了一个大洞，他们这才明白梅丽曼刚刚并不是炸金库，而是炸出一个地洞逃走了。此时尼克早已沿着洞口来到地下通道，朝着另一边的出口走去。找到地下通道的出口后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梅丽曼今天之所以如此反常，其实是在利用那家小银行吸引大部分警力，以便为抢劫联邦银行争取时间。不出尼克所料，此时梅丽曼已经开着抢来的运钞车，伪装成运钞员前往联邦银行。通过第一道安保检查时，梅丽曼将伪造好的证件交给安保人员，对方果然没有查出任何异样。他顺利将运钞车开进银行，接着从车厢里抬出整整2箱现金，里面装的正是他们之前从赌场抢来的那一批现金。随后，他们在安保人员的带领下，将现金推进点钞室，而梅丽曼和同伙则被安排进休息室，不得随意出入。这时，梅丽曼2人悄悄戴上监听耳机，开始对其余人发布命令。谁也想不到，钱箱里除了现金之外，唐尼也藏在里面。随着梅丽曼一声令下，伪装成电工的手下立即关闭联邦银行的供电系统，成功让点钞机陷入瘫痪。安保人员见怪不怪，像往常一样让点钞员全部撤离点钞室，确认所有人员都离开后，梅丽曼提醒唐尼启动电磁脉冲，成功破坏监控。这样一来，唐尼就可以在不被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从钱箱里钻出来。与此同时，经常点餐的银行员工开始打电话订餐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梅丽曼的手下已经提前拦截电话线路，并告诉对方很快就会送到。而此刻，本该送餐的唐尼正躲在点钞室内，不停地把钞票装进黑色袋子里，然后将袋子沿着粉碎机管道扔进楼下垃圾桶。当工作人员开始陆续返回点钞室时，唐尼在梅丽曼的提示下立即撬开通风口，最终在点钞员回来之前及时钻进通风管道。梅丽曼见状便下令恢复电力，银行开始恢复正常运行。而点钞员因为只清点刚送进来的现金，并没有察觉到有一批现金已经被盗，因此梅丽曼2人得以顺利脱身。另一边，银行垃圾处理员像平常那样将装有现金的垃圾箱全部倒进垃圾车里，随即开车离开。此时只剩下唐尼一人还留在银行内，他沿着通风管道来到卫生间，取出昨天留在通风管道的外卖，然后将这份外卖交给工作人员。但当他准备走出大堂时，却被安保拦下。原来安保人员没在访客记录上看到他的名字，询问他是如何进来的。唐尼装作无辜的样子，谎称上一班安保在的时候已经签过字了，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最终，安保人员看在他前几天来送过餐的份上，只好放他离开。之后，梅丽曼小队的成员们全都聚集在一起，紧跟在那辆装有现金的银行垃圾车后面。没多久，就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将对方截停。梅丽曼的手下持枪把司机赶下车，又将车开到一处垃圾场。这时，梅丽曼突然听到监听耳机里传来打斗的声音。原来就在刚刚，顺利从银行脱身的唐尼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就迎面撞上正前往联邦银行的尼克一行人。接着，他就被2名警员拖进车里一顿暴打。在尼克几人的毒打下，唐尼只好说出垃圾场的位置。梅丽曼得知他们已经暴露后，急忙将钱装进车里，准备跑路。没成想，刚出垃圾场就被尼克盯上。梅丽曼本打算从高速开车离开，却偏偏遇到堵车。尼克见状，立刻安排警员准备对梅丽曼实施抓捕。而同样发现尼克几人的梅丽曼也赶忙穿上避弹衣，在车外架起自动步枪，瞄向尼克几人。当他们走进射程距离后，梅丽曼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强大的火力瞬间就让尼克小队的成员受到重创。第一轮攻击过后，尼克立即组织队员进行反击，梅丽曼一行人只能丢下现金，边打边退。虽然他们几人都是退伍军人出身，但尼克小队同样个个骁勇善战，很快就将梅丽曼的手下逐个击破。最终只剩下梅丽曼一人逃到附近的废弃大楼附近。当梅丽曼准备翻过面前的一道栅栏时，尼克立即手持步枪朝他射击，子弹穿过铁门打进梅丽曼体内，让他身受重伤。尼克也趁机翻越栅栏，不料竟险些被埋伏在车后的梅丽曼开枪打中。尼克毫不示弱地予以反击，双方重新装填弹夹后，自知无处可逃的梅丽曼边开枪边朝尼克冲来，结果又被尼克射中数枪。此时梅丽曼枪里已没有多余子弹，却仍旧站起身佯装反击，最终被尼克乱枪打死。尼克返回公路后，发现唐尼已撬开手铐逃走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梅丽曼一行人豁出性命抢到的钞票，居然全是被销毁的碎渣，这让尼克困惑不已。在他看来，或许只有唐尼知道内情。可当他来到唐尼工作的那家酒吧时，却得知唐尼早就已经辞职。刚准备离开的尼克无意中发现唐尼挂在墙上的一张合影，照片中的2个人恰好就是联邦银行的专职司机。原来当天司机将垃圾车开出来后，便和另一辆垃圾车互换了线路，也就是说，整件事看似是梅丽曼在盗窃银行，实际上唐尼才是真正的主导者。当初也是他主动邀请梅丽曼一行人入伙，并任凭对方架空自己。So why you come to me? You're a beast, man.
Plus, you're the only one that can pull this off. 殊不知，最终的胜利者还是唐尼。如今，唐尼早已跑路到伦敦继续做酒保，准备开展下一期抢劫计划。 Diamond exchange. That's fine. Beers on me. 而唐尼的传奇之路这才刚刚开始。这部名为《贼巢》的动作片，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反转告诉我们，在欲望交织的暗巷里，真正的赢家从不是最能打的悍匪，也不是最执着的警察，而是那个藏在阴影里、看透人心又懂得蛰伏的局外人。